说实话，户外旅行这么累，动不动就要背着几十斤的装备，要翻山越岭，有时候还要面对缺氧，还要风吹日晒。为什么还是有人会一次次去找虐呢？难道踏出自己的舒适圈真的那么好玩吗？一提到香格里拉，你们肯定想到雨崩、虎跳峡等这些比较大名鼎鼎的地方。但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比较小众的景区，都不算是一个景区吧，因为它是不收费的。阿布吉措，听说是一个只有资深驴友才知道的一个户外天堂，我就很感兴趣，到底它有多美呢？今天我要去看看。和阿布吉措的小众和神秘一样，有一件户外装备被大家忽略已久了，今天也想和大家一并分享，那就是羊毛贴身层的天花板 Icebreaker。今天我穿上的秋冬款260 Tech 来雪山徒步。为什么说它是被忽略已久的户外神器呢？一会儿给你们揭晓。我就是典型的那种被户外虐了千百遍之后，隔了没几天又想要嚷嚷着回去的那种人。我在思考是为什么呀？然后那答案竟然是不舒适，就是因为我的平时生活中很少有这种不舒服的这种感觉，挑战自己极限的感觉。比如说我要在3个小时之内登顶一座雪山，比如说我要一天走20公里路，甚至比如说我要穿越一个无人区。总之就是一些日常生活中很难体验到的一些刺激感和滋味感。当我成功的达到那个目标以后呢，会有一种肾上腺素的奖励，那样子的一个心理过程让我感觉到这个不舒适感还挺爽的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如果我在户外整个过程中都是既难又虐，就是苦不堪言，还真的可以享受吗？我觉得答案真的不一定。人们都往山上走，但是我们好像找到了一个 secret spot， 在这肯定没有人能发现我们。对我来说，在户外体验不舒适感的同时，适度的舒适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开头我提到了一个户外装备，其实就是这个件。现在我们爬这个阿布吉措，因为是10月份，天气还是相对冷的。你看山上还有雪，然后呢到顶的时候还有风，所以我就穿了羊毛打底，还有一个羽绒服，还有一个冲锋衣外套。我身上穿的这个是 Icebreaker 的美利诺羊毛贴身层。我发现刚才在一路上呢，我是出了很多汗，但是这个汗是会被这种羊毛衫吸进去的，然后也没有很冰冷或者说积汗的感觉。虽然它其貌不扬，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秋衣，但是它和普通秋衣真的是有着千差万别的关系，感觉就像是有一个小猫在抱着我。所以今天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户外3层穿衣原则。其实有很多人其实是听过的。我在川西最近刚刚爬完2座5000米人生雪山，就是用的这个方法。冷的时候就脱，热的时候就加，非常非常的完美，很舒服。但是3层的话，并不意味着说一定要3件衣服，只是说有3种不同功能的保护层。就比如说这个，现在我太冷了，这个风真的吹得我直打哆嗦。如果不穿这个的话，我坐在这儿我会冻死的，真的。然后中间这个的话就是保暖的，它里面有很多羽绒填充。然后最后这一件就是我想说的那个户外装备。其实以前我也犯这个错误，就是里边穿一件很普通的秋衣，一出完汗之后，真的整个背都是冰冰凉凉的，你又不能脱那个时候。但是现在我发现了这个秘密武器，我发现这真的是太香了。之所以说很多人忽视了里边这个贴身层，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外面这一层嘛，里面也要兼顾着。有时候你可能都看不到别人，但是别人就是很舒服，你不知道，因为别人穿在里面呀。不仅如此，现在我晚上睡觉都穿它，晚上睡觉穿那件黑色的高领的，感觉可以让我的脖子也很暖和。美利诺羊毛产品不同的数字体系代表着不同的保暖系数，数字越大就越保暖。还有就是，不管你怎么穿，它没有异味。我们普通的那种内衣、内裤就是普通的内衣，你穿几天，你就会发现，你闻一下，你感觉自己都不想闻，对不对？但这个材料它就是不会有异味。阿布吉措了，天太蓝了，湖太绿了，云太白了，雪山太美了。为什么这么多人来这里呀？现在做答案吧。为什么大自然虐我千百遍，我依然爱它如初恋？因为它美呀。我觉得在户外就是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自己怎么舒服怎么穿。刚来到路上，有人就会问，穿这个不冷吗？我确实不冷，对，我就是不冷。所以呢，不要因为别人感觉你冷，你就要去穿个冲锋衣。自己的感受只有自己知道。在户外坚持做自己，不要被别的声音绑架影响。